有一位朋友问我说，要怎么把这个酒窖的这种画面换到这个就是 AI 生的图这样啊，主要是要用这种效果了。那要把这个效果转进来的话，主要是要用 ControlNet 的其中一个功能叫做 IP Adapter。那 IP Adapter 呢要怎么用呢？我在这里是纹身图，你可以把那个参考图丢进来，然后它就会产生类似的图了。那它主要是要做局部重绘，我先讲局部重绘怎么做。我先生了一张图，这里有一张图，有没有？那我假设呢，我现在要把这边换成酒窖、酒柜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个图丢进来，然后选择局部重绘，把这里都遮起来。遮起来呢，涂抹遮罩起来以后，就是重绘遮罩内容这样。那这个提示词要写什么呢？你如果不知道要写什么的话，你主要就是想要这个参考图的内容了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参考图一样，也是丢到图生图里面，然后按这两个其中一个都可以。这两个就是反推提示词的模型，那就是不同的模型就对了。一个是自然语言，一个是 tag， 那你要用哪一个都可以。反正呢，它会去反推这张照片，然后推出来呢，它会跟你说这张照片有什么。这张照片的提示词呢，你再直接放在这个图生图这里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用 ControlNet， 我们要选择 IP Adapter， 然后预处理器呢，选这个 Clipper SD15 这一个，因为你是物体不是人，所以是选择这个，这是物体。然后模型呢，你就一样也是选择这个 SD15 这个 IP Adapter。那这个模型呢，如果不知道在哪里下载的话，GitHub 这里它都有提供模型的下载路径，这里都有帮你整理好全部的模型了，对吧？好，那这个模型抓好之后呢，你就直接把它放到，如果是 SD 的话，一样就放到 ControlNet 就可以了。ControlNet 就可以了。那你如果是用共享路径的话，那就是自己放自己的共享路径，看要放哪一个资料夹，然后让它自己读进来。好，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，因为主要是要解决那个朋友的问题啊。那这里涂抹以后，接下来就是要设定这个重绘幅度，重绘幅度不能太低，因为太低的话它就会维持原图。我建议是0.5或0.6或0.7，大家再自己去尝试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我跑出来的结果，就是这样，它就有这个酒窖的效果了，有没有？我来再跑一次给各位看。基本上就有这个酒窖的效果，然后你也可以再去调高或者是调低，去找到一个最理想的值。就是这样使用。那如果说纹身图呢，要怎么用？纹身图其实一样，把这个参考图丢进来，一样把这个参考图丢进来，选择启用，然后用 IP Adapter， 一样 SD15。那提示词，我们把提示词
复制过了，然后来跑一次看效果。基本上就是这样用。